假如你老爸是呼风唤雨的大财阀，而你却是3个儿子里最不被看好的那个，你会怎么逆袭？今天咱来聊聊三星的家族宫斗剧，主角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从小透明一路翻盘，最后把三星推上世界之巅的男人李健熙。看看他是如何演绎一场堪称教科书的夺嫡逆袭，笑到最后的。要说富二代的故事，咱还得从富一代李健熙的老爹李秉哲这儿开始说。毕竟没他爹打下的江山，哪来的嫡可夺？李秉哲是三星的一世祖，但其实也不算正经的富一代。他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，他爹李转宇在当地颇有名望，甚至跟首任总统李承晚也能唠上2句，家底不算薄。1938年，28岁的李秉哲揣着老爸给的启动资金，在大邱开了家三星商会，经营米面、杂粮、干鱼、干果，出口到中国东北，说白了就是一家小型粮油贸易公司。当时正值2战，日本人占领朝鲜，军管严格，生意难做。但李秉哲这人八面玲珑，他利用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关系网，谨慎经营，再把利润的大头送给日本商社打点，就这么跪着赚钱。1942年李健熙出生的时候，李秉哲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，他就这样苟着熬过了2战。到李健熙6岁那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李承晚成了韩国首任总统。李秉哲敏锐地意识到风来了，他把三星商会改组为三星物产，并迁到了首尔。当时韩国刚独立，国内物资紧缺，他利用父亲与李承晚的关系，把进出口贸易做得风生水起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他又抱上了美军大腿，凭着给美军供应军需，1年资本就翻了20倍。战后，美国援助和韩国重建需求汹涌而来，李秉哲抓住机会转型制造业。1954年，他开了韩国第1家糖厂第一制糖和第1家纺织厂第一毛织，取代日本进口货、进口替代完的飞起。1958年，他又进军保险，收购安国火灾海上保险。李秉哲就这样踩着这波国运飞速发展了起来。到50年代末，李健熙上高中的时候，三星已经是横跨贸易和实业的大公司，李秉哲也成了韩国商界的老大哥。当年李秉哲给公司起名三星，据他自己说，3代表大、多、强，星则象征着永恒的光芒。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他的野心，可他当时恐怕也不会想到，日后家里的3颗星星以及他们的野心会给他闹出那么大的乱子。三星的版图越做越大，接班问题就摆在了李秉哲面前。李秉哲有2任夫人，仅第1任夫人就为他生育了3儿5女，这么多孩子，让谁接班？财产怎么分配？在50年代中期，三星江山初定后，这个问题就浮上了台面。在重男轻女的韩国财阀圈里，真正能碰接班权的只有3个儿子。李健熙在家里排行老7，是最小的男孩，大哥李梦熙比他足足大了11岁，二哥李昌熙也比他年长9岁。40年代末，李秉哲的生意大发展的时候，大哥已经快要成年，是可以在父亲身边帮忙的大少爷了。二哥也能跟着父亲去生意场见世面了，而李健熙却还是刚上小学的小屁孩，年龄的差距可以说让他直接输在了起跑线上。童年的李健熙是个安静到有点过分的小孩，他身子弱，常常生病，话也不多，甚至有点口吃，在人多的场合总显得局促。哥哥姐姐们谈笑风生，意气风发，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。很多人后来回忆说，李健熙从小就有点不存在感，在家族聚会上常常默默观察，不插话。这种被忽视的成长环境，反而磨出了他日后最独特的性格：谨慎、敏感、善于观察。老爸李秉哲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他的规划是，大儿子是长子，按老规矩将来就得扛大旗，继承核心业务；二儿子头脑灵活，性格叛逆但有执行力，适合去海外开疆拓土；小儿子嘛，太弱了，没什么特点，先好好读书吧，能不能派上用场以后再说。为了防止子女变成纨绔，李秉哲给孩子们定了富不过3代，除非能吃苦的家训。
所有人必须出国留学，再到公司历练。1957年，大哥李梦溪从东京大学学成回来，直接进入三星物产，负责当时公司最重要的进出口业务。他性格外向，处事果断，工作业绩很受认可，很快被任命为三星物产的副社长，还协管制糖厂的生产业务。与父亲一样，李梦溪能说会道，擅长交际。他协助父亲拓展出口市场，与政府谈判，确保低息贷款和关税优惠，这些都巩固了他太子爷的地位。次年，二哥李昌熙也学成归国，李秉哲把香港、日本的生意都交给他打理。当时正值公司转型的关键时期，李秉哲希望他能为公司赚取外汇，为三星的制造业转型提供现金流。老二脑子灵活，但性格叛逆，他经常用灰色操作的方式规避韩国的外汇管制。这种冒险而不服管束的做法让李秉哲很是头痛，但他能力强，效率高，业绩突出，所以尽管屡遭训斥，位置却仍然坐得稳稳的。相比之下，李健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他直到1966年才完成学业，回到公司。这时，大哥二哥已经在各自的山头站稳了脚跟。李健熙先是被父亲派到东京办事处短暂工作，其后又被下放到集团收购的媒体东洋广播公司和中央日报担任理事。李健熙很清楚，兄长们风头正劲，自己现在想争什么根本没戏。于是他寡言少语，每天老老实实上班，从不和父亲顶嘴，总是顺着说话。这让他成了老爸眼里最省心的一个孩子。多年以后回头看，这种性格反而让他在家族的腥风血雨中笑到了最后。至此，三星家的3颗星星都各就各位了。李秉哲也曾一度考虑将公司业务一分为3，让3个儿子各负责1块。可就在这盘接班大棋眼看就要落子之时，一桶糖精从天而降，竟然打翻了整个棋盘。事情发生在1966年，当年三星的化肥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则丑闻像炸弹一样在媒体圈炸开了。三星在进口用于生产化肥的原材料时，竟然夹带走私了55吨工业用糖精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这么大个财阀去走私那点糖精干嘛呢？要理解这事儿，咱们得先聊聊当时的时代背景。1961年，朴正熙上台了，这哥们儿靠政变掌权，一门心思想让韩国经济起飞。他知道光靠政府搞不了实业，得靠三星、现代这些财阀。于是他一边给财阀批贷款免税收，一边让他们搞重工业、搞进口替代。借着这股东风，三星在60年代飞速扩张。当时的韩国缺化肥，农业生产跟不上。1964年，朴正熙提出要建化肥厂，解决进口化肥卡脖子的问题。李秉哲迅速响应，成立了韩国化肥公司，并让老大李梦溪担任负责人。但建厂需要巨额资金和外汇，怎么办呢？三星原本计划从外国引进资金，却因为种种原因受阻。于是李秉哲让二儿子李昌熙从日本进口55吨 OTSA 化学原料，这种原料是尿素的催化剂，也可以用来制造糖精。当时韩国缺糖，糖精贵比黄金，利润高得吓人。他们把该原料以化肥生产原料的名义进口，却作为糖精原料私下卖掉变现，赚的钱一部分用于建厂，一部分当政治现金孝敬朴正熙。这个事情一开始办得挺隐秘，可不知怎的就给举报了出来。1966年夏天，有人把三星走私糖精的证据捅到了媒体，报纸一登，全韩国都炸了。三星爱国企业的人设碎了一地，骂声铺天盖地。朴正熙本来就靠反贪立威，这下正好借题发挥，敲打财阀。他一边派人严查三星，一边喊着要严惩财阀腐败。李秉哲慌了，赶紧找人求情，可政府那边传出话来，必须有人担责，不然没法平民愤。比丑闻本身更狗血的是他背后的内鬼。事情传出来后，举报人慢慢浮出水面，竟是李家的二公子李昌熙。这个事件疑点重重，要知道李昌熙负责海外贸易多年，灰色操作一大堆，况且他本人就是这次走私事件的经办人，他为什么要举报自己亲爹呢？
这点至今众说纷纭，坊间主流的分析无非就是叛逆加妒忌。李昌熙性格叛逆，心高气傲，他在海外干了好几年，觉得自己业绩不比大哥差，可老爸眼里只有长子继承，连化肥厂这么重要的项目都给了大哥，没他啥事儿。不仅如此，老爸还让他干脏活，搞走私，为大哥打掩护，筹集资金，这更是触怒了他。与其以后出了事自己做背锅侠，不如主动把这事儿捅出来，拼个鱼死网破，说不定还能在朴正熙那边赚个戴罪立功，日后抱大腿上台可也说不准。可是他的算盘落空了，案发后他很快作为主犯被捕入狱，足足在监狱里待了2年。出狱后，他被父亲放逐到美国，父子俩的关系完全破裂，彻底失去了继承家业的可能。儿子的背刺让李秉哲措手不及，面对滔天的舆论和政府的压力，他不得不宣布把化肥厂1半的股份捐给国家，以示爱国之心。他本人也被迫辞职，跑到日本暂避风头。三星的大权就这样暂时交到了长子李梦溪的手中。李梦溪表面上温文尔雅，是个保守稳重的长子，可他一上任就打着改革的旗号，对公司内部的制度动手，财务审计、组织整顿、干部更替，几乎要把老爸留下的班底重新洗牌。这些元老们可都是跟李秉哲出生入死过来的老人，手里或多或少有些灰色资源。李梦溪这一套急刹车直接动了他们的奶酪，于是公司里怨声载道，背后骂声一片。元老们心里清楚，跟着老李头是有肉吃的，跟着小李子可能得喝西北风。李梦溪虽然对内治理手段激进，但在对外发展战略上却十分保守。他性格外向，擅长交际，也十分依赖外部的人脉关系做生意。对外贸、食品纺织这些熟门熟路的生意，他得心应手，但对于电子、家电这些新兴产业，他却毫无兴趣。他认为这些 new money 发展太快，风险太高，无法像家族的老钱那样躺赢。可1960年代末，电子行业的风已经起来了，韩国很多同行，比如现代、LG 已经开始试水科技产业，而李梦溪却对此毫无动作，还时常给提出新点子的人泼冷水。新业务开拓不利，老业务线又被改得鸡犬不宁，很快年报出来了，三星在李梦溪主持下，业绩全面下滑。这让远在日本观察局势的李秉哲越来越焦虑。你这搞的是啥改革呀？光折腾不办事，老子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要败在你小子手里了。最致命的一刀来自于一桩扑朔迷离的传闻。不知何时坊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：1966年那场唐京案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并不是二公子，而是太子李梦溪。传闻的逻辑是这样的：李梦溪早就觊觎权力，知道老爹偏心长子继承，却又不放心自己，所以干脆设局逼父亲下台。他先挑动二弟走私，又暗中威逼利诱，让弟弟充当替罪羊，自己则以长子继承人的身份顺利接班。结果事发后，李昌熙锒铛入狱，李秉哲避走日本，三星果然落到了他手里。吃瓜群众最爱听这种狗血的阴谋论了，所以尽管这种说法捕风捉影，没啥证据，却默默地流传了开来。刚开始大家也就是当个故事听听，但后来公司里那些心怀不满的元老们也跟着添油加醋的传，这可就真假难辨了。不久这事儿果然传到了李秉哲的耳朵里。老李头本就对儿子经营上的表现很不满，在听到这些风言风语，心里那股疑心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。1969年，李秉哲终于坐不住，宣布重新出山，理由是稳定公司、整合战略，实际上就是对长子失去了信任。李梦溪虽然明面上还是三星物产的社长，但权力被逐步架空，没人再把他当太子爷看了。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1973年，远在美国的李昌熙又出来搞事情，他在海外再次爆料三星走私、逃税、政商勾结，还起诉要求分财产，这被媒体称为王子复仇。李秉哲怒火中烧，他赶紧救火，通过亲信和朴正熙政府平息丑闻，驳回诉讼。事后李昌熙被彻底逐出家族，没得到1分钱家产。他后来在美国开了一家小公司，小本经营，58岁就郁郁而终。而这个事情又把唐京案的旧账翻了出来，李梦溪又被牵连。他先是被派去管了几年造纸厂等边缘业务，
1976年，他被迫辞去三星物产社长一职，只保留集团内象征性的顾问身份，彻底翻身无望了。在两个哥哥相继折戟沉沙之后，三子李健熙被命运推到了舞台中央。李健熙个头不高，性格内向，平日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他人称木屐，和两个哥哥那种会来事的风格完全不同。家族长辈甚至觉得他不像个能撑大局的人。唐金案爆发时，李健熙才24岁，刚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。他没卷入哥哥们的乱斗，也没站队，而是听从安排，低调地在集团收购的中央日报社上班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报社社长洪金基的女儿。1967年，二人完婚。这桩双赢的婚姻给他的夺嫡之路装上了外挂。洪金基可不是一般的岳父，他当过韩国司法部长，后来又进入三星，成为李秉哲倚重的亲信。这下子李健熙直接抱上了元老派的大腿，政治筹码大幅上升。不过，要是你以为他靠这段婚姻就能躺平接班，那就太天真了。事实上，他在报社老老实实待了8年，这8年他培养了对舆论的敏感度，也学会了通过媒体掌握话语权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暗暗盯上了未来的大金矿——半导体。1973年王子复仇事件后，李秉哲对2个儿子彻底死心，家里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三子李健熙。但李秉哲不是傻子，他心里也有 B 计划，在抓紧安排女儿们与豪门联姻的同时，他培养最强干的小女儿李明熙去管理集团的百货和酒店业务，以备万一。后来，李明熙自立门户，成为新世界集团的掌门人。不过，这些终归只是替补席，真正能上主场打比赛的，还是那个看起来最老实的木讷的老三。1974年，32岁的李健熙被调到三星电子担任副社长，负责家电生产线优化。他趁机力荐父亲投资半导体行业，这事在三星内部争议很大。大哥李梦熙带头反对，觉得这是赌博式的赔本买卖。但李健熙非常执拗，甚至放出狠话：“爸爸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要试试看。”他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老李头的点头。几天后，三星收购了美国人控制的韩国半导体公司，开辟了新战场。虽然这笔投资初期赔的裤衩都快没了，但他硬是顶着压力坚持技术自主，并亲自跑去日本取经。到1980年代，三星已经成为继美日后第3个成功自行研发出 64K DRAM 的公司，在半导体行业稳稳站住了脚跟。这一回，李秉哲看在眼里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。老头子被亲儿子坑过2次，晚年性情大变，极为看重继承人的忠诚和执行力。李健熙既不像大哥那样急着架空元老，也不像二哥那样玩阴谋，他学父亲的管理，关键时刻还敢坚持己见。结果，这个木屐倒成了他眼里最顺眼的继承人。1982年，40岁的李健熙当上三星集团副会长，彻底进入接班倒计时。1987年，李秉哲去世，他正式接过大旗。老头子一走，李健熙改革暴君的面目就露出来了。他甩出一句震惊韩国商界的狠话：除了老婆孩子，一切都要改变。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新经营宣言。他要求三星全员抛掉小作坊思维，重塑形象，甚至连员工的发型、办公室的摆设都要改。产品不过关，直接砸烂烧掉，听起来有点狠爹作风，但这套改革真把三星推上了国际舞台，从一个韩国家电厂商硬是卷成了全球 IT 业巨头。李健熙领导三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，但他的强势控制却导致家族关系疏远，兄弟姐妹及子侄之间鲜有往来，家族聚会几乎消失。1980年代，二哥李昌熙曾联系李健熙要求家族和解，被李健熙无情拒绝。1991年，李昌熙在美国过世，对此李健熙视若无睹，未发表任何悼念。李健熙通过基金会控制三星高达70%的股权，大哥李梦熙却只分得了糖厂和保险公司。2012年，他联合大姐李仁熙一起起诉弟弟，他们指控李健熙通过基金会非法转移父亲遗产，剥夺其他子女权益，要求分割约8.5亿美元三星股份。
李健熙又展开了目击大法，不露面、不回应，但同时他通过基金会和法律团队巩固控制权。诉讼持续了2年，最终李梦溪不仅败诉，儿子李在贤还莫名其妙的涉嫌一桩贪腐案被起诉关了4年。这些恩恩怨怨就像宫斗剧拍不完的续集，一直延续到近些年。回头看李健熙的夺嫡之路，运气给了他入场券，但他忍得住、看得远、扛得起的硬本事，让他笑到了最后。只是豪门的王座从来带血，他赢了3星江山，却输掉了家族亲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防住了哥哥，却没防住子女。自己的孩子们后来上演的剧情，比上一代还要狗血。下一期咱就来扒一扒3星第3代的狗血剧。